香川有没有非礼过你？那不叫非礼，叫强暴！他强暴我，所以我才未婚生子。就算他强暴你，那个孩子也不会是香川的，因为香川就不能生育。女孩未婚先孕，以为是那天晚上被绿香川哄骗服下合欢粉，强行修炼凹凸神功才有的孩子。于是为了腹中的孩子，她决定委曲求全嫁给绿香川。岂料听闻此事的绿香川态度大变，别的都可以，这一点因为你不贞洁。绿香川，你比我想象中更无耻下流。小蝶心中万般委屈，不得已之下只好将此事告诉父亲老伯，希望他能为自己主持公道。不曾想事情竟发生逆转。我女儿说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是吗？孩子不是，你说不是，那就不是。孙蝶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直对他宠爱有加、言听计从的父亲，竟然宁愿相信绿香川的谎言，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。你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那个男人是谁？更让他心寒的是，一向疼爱他的大哥孙健，态度比父亲更加恶劣。说，谁干的？进门便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即便如此，小蝶依旧眼神倔强，认定腹中的孩子是绿香川的。我已经说过，是绿香川。孙健虽心中怜惜妹妹，但看他依旧坚决维护那个友人，痛心疾首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又一巴掌狠狠打在他脸上。你怎么丢人现眼？我和爹都能原谅你，但是你不能诬陷香川。我没有诬陷他。眼见妹妹仍在诬陷绿香川，孙健愤怒之际，猛地抽出腰间长剑，剑尖直指妹妹咽喉。我杀了你！孙健，从此没有你这个妹妹。孙蝶不明白为何他如何解释，家人都笃定他在撒谎，认定孩子的父亲不可能是绿香川。父亲老伯甚至亲自前来，要求他为冤枉绿香川而道歉。而之所以发生这一切，归根究底是绿香川根本不能生育。原来多年前，孙健与绿香川在府中切磋技艺时，争强好胜的孙健为了速战速决，施展了老伯传授的保命绝学飞龙剑法。此剑法威力巨大，出剑之时势如破竹，强行收剑却可能伤及根本。且当时孙健尚未修炼纯熟，绿香川无法破解此剑法，不慎伤到了2颗鹌鹑蛋。自此他损坏了人类基因库，失去了传宗接代的能力。只是此事关乎绿香川颜面，也唯有当事人和老伯知晓。小蝶对此隐秘毫不知情，况且那天晚上他只记得绿香川使用卑鄙手段，之后意识模糊，因此才坚信腹中宝宝是绿香川的。我有理由相信香川，但是理由不能告诉我。我要你去向他道歉，跪下道歉都行，现在就去。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去。你眼见事到如今，女儿始终不肯低头道歉。从此刻起，你不再是我孙玉国的女儿。高老大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凭借手中武器9节鞭，竟能与绿香川的最强杀气七星梨花针抗衡。两人本都是为老伯效力，如今却刀兵相向。只因做了老伯10年情人的高老大，痴心妄想做孙府女主人，却被老伯识破心思，不仅当众收回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快活灵，还纵容儿子孙健，险些取了他的性命。这番折辱让高老大心生怨恨，决定报复。于是派出豢养的金牌杀手叶翔刺杀老伯。然而叶翔不仅任务失败，还沦为每天借酒消愁的废人。不甘心的高老大另起心思，暗中勾结老伯的死对头12飞棚当中的大棚堂堂主屠城，借他的手除掉了老伯，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连青。很快连青的死讯传到了孙府。高老大知道了连青的身份，还是巧合。您刚给了玉戒指，屠城打死连青就不是巧合。高老大是来暗示我，不要在身边待着。是吗？深夜绿香川直接找到高老大，当面质问连青的死，是不是他故意指使屠城所杀？哦，我能指挥12飞棚帮的屠大鹏，绿爷，您太抬举我了。绿香川虽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直觉此事与他脱不了干系。面对他的咄咄逼人，高老大并愿正面交锋，于是转身离去。要你怎么留住我，不让我走，你别想离开这里。我不想待这地方，谁也留不住我。说罢，高老大飞身而起，凌空向前奔去。绿香川紧跟其后，杀机大盛，意图趁机斩杀高老大，提升自己在孙府的地位。只是高老大也非等闲之辈，撤退之时折弯竹枝，猛然抽出以作阻拦，并在绿香川跃起躲避瞬间，祭出随身兵器9节鞭。此武器攻势凶猛，鞭鞭带响，顺势而发，又令人眼花缭乱，变幻莫测，防不胜防。高老大经营快活灵多年，屹立不倒，同时培养出4大顶尖杀手，自身实力本就不可小觑。面对着老伯左膀右臂的绿香川，他也有来有回，毫不逊色。即便是正面对抗，虽被其雄浑内力强势逼退数步，但也并未受重创。但此举也彻底惹怒了高老大，一招如意兰花掌将绿香川击退。绿香川见他如此棘手，赶忙祭出独门暗器七星梨花针，霎时漫天寒芒如同暴雨梨花般倾泻而出，可谓步步追魂，寸寸夺命。高老大挥舞9节链条，呼呼作响，密不透风，与七星梨花针激烈碰撞，火花四溅，久攻不下，绿香川失去耐心，使出七星梨花针中极杀招，针雨密集如织，速度之快肉眼难辨。高老大不慎中招，绿香川趁胜追击。危机时刻，孙府老伯突然现身，衣袖轻轻挥舞间以化解所有攻势。住手！高老大老伯到来以退为进，声称自己对孙府忠心耿耿多年，却遭到怀疑。因为您的知遇之恩，
我为您守住快活林10年如一日，从无怨悔。您现在给我一句话，是要我的命，还是要我走人？把人都撤走。今后快活林还是由高老大掌管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